大家好，我是吴艺兴。这次这个单元呢是要讲那个日治时期的制服。那除了那个大家想要制服都会想到女生制服、水手服之外呢，我们也会讲一点男生的制服。那个进入课程之前呢，我就问大家一下哈，请问我就问佩叶，你喜欢穿制服吗？蛮喜欢的耶。蛮喜欢的，为什么？因为我就不用想我今天要穿什么了。你就不用哦，是因为这样。好，那我问一下庭旭，你喜欢穿制服吗？没有，我高中都是穿就按卷子跑的那一种。哦，所以那你为什么不穿制服呢？运动不方便。运动不方便。好，那我们就谢谢助教佩叶跟那个导演庭旭哈。那为什么问这个呢？其实制服哈，就是从刚刚佩叶他很喜欢就是穿制服，因为他这样子觉得他不用再想他可以穿什么不用再去穿其他的衣服。那庭旭是认为哦，因为这样运动不方便哈。那其实这个也是就是关于制服设计的这很多问题。那我这几天看到网络上面呢有在就所谓的2016年台湾高校制服大赏。这个几个名词呢，看起来像台湾高校，感觉非常的日本哈，然后大赏哈这几个，但其实它是就是把台湾的这个高中生的制服呢集合起来，然后大家投票看呢，大家投票看看是谁的制服最美哈。那它好像已经就是举办了很多年了哦，举办很多年，那也是蛮有趣的，因为现在普遍呢就有两个就是势力哈，一个就是主张我们要废除这个制服了，以后都应该要就让学生穿自己想要的。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觉得制服很好啊，我以穿我的制服为荣哈，就特别是有几个名校哈，他们就会比较喜欢要穿这个制服哈。那所以呢，制服除了刚刚两位佩叶呢跟庭旭呢，他们是主要以自己的就是需要来考量穿不穿制服哈。那有的是会认为说这个就是制服它可能是一个身份的象征，然后这个身份象征是会让我更认同自己的。那反对呢，你就会觉得这个制服呢，这个会让我觉得就是我的自我被遮住盖掉，所以不喜欢。好，所以就关于就关于制服呢，会有这样子的这个争论出来。那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大家也都知道哈，就是日本算是一个非常制服控的国家哈，所以他们日本都是很多东西都需要有制服啊。那这个制服呢，就除了我们刚刚讲的是身份的象征之外呢，它其实也是一个就是跟国家非常息息相关的哦。那甚至这个制服呢，也跟日本它的现代化非常有关系哈。好，我们接下来看到一个图啊，那这张图呢是威海卫陷落北洋舰队总督丁如昌降服图。那我们看到这个图呢，它的右边呢是清朝的官员呢，左边呢是日本的就是他们的这些军人。那想要问一下我们的助教佩叶，你觉得哪一边比较帅呢？庭旭，你觉得哪一边感觉比较好？左边吧。左边哦，那为什么呢？为什么会这样觉得呢？比较整齐哈，对，好，谢谢庭旭跟佩叶哈。那其实这就是制服带来的这个功效哈，尤其是这个现代的这个制服哈。那我们看到这个右边的这个就是清朝官员呢，他们也是穿的是制服哦，穿的是他们的官服哈。那我们看他的后面是站着那个西洋人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日本呢跟中国呢两个在现代化过程中采取不一样的方式哈。那看到日本他们就全盘西化了，然后他们就是穿着这种笔挺好，然后强调身体健壮的这个制服出来哈，就是强调身体线条的。那个在清朝官员这边呢，他们就是传统的比较东洋的，就是那个身体的线条不要呈现出来的那样子的一个方式哈。那他们就是还维持着清朝他们自己体制内的官服，然后后面站着这个西方人哈，就是他们的那个就是他们当时的这个中国采取现代化的方式哈，其实还是以中国的原来为主体。那日本这边呢就已经完全全盘西化了哈，就是然后所有制度他们也是穿这个穿的制服出来哈。那制服你看旁边的小兵跟
站在中间的这些大官，他们也不一样哈，所以他们也用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哈，比那个清朝官服更明显的呈现出阶级的不同哈。那你是穿什么的，你就是什么样的身份，怎样的阶级。那在当时呢，日本也在明治维新之内，也在明治维新之下，他除了军人有制服之外，官员当然有的他们的就是就是他们的官服。那还有呢，就是你必须要参加什么很大型的国家庆典啊，或是什么时候你也必须要穿礼服哈，制式的礼服。那他们那时候呢，就开始统一用黑色。我就就是他们男性的这些精英，然后穿着黑色的官服或是礼服，就是这是他们一个非常尊贵的这个就是象征哈，那也代表着国家他们近代化的他们现代化的这个秩序哈，所以在那个黑色哈，就是在日本就是在被在明治维新的时候呢，整个被塑造成是一个非常高贵的哈，就是然后很现代化、非常文明的，然后充满秩序、充满权威的一个颜色。那也跟他们制服非常像，就是他们制服也都选用这个颜色哈。好，那如果我们讲到这些那个就是刚刚看到这些军队穿的这些军服呢，那其实呢也是那个日本人呢，他们去效法当时的德国普鲁士他们的这些军队制度啊，还有他们的军服，那他们学了这些西方的这个军服回来设计了日本自己的一套，那他们就是军人有穿他们的军服啊，然后那个刚刚也讲到官员有穿他们的官服啊，或是什么重要场合的时候有怎样的制式的服装之外呢，他们也慢慢的呢把这个制服的这个观念也推到了学校，就是说学校的这些学生呢，你们也必须要穿着制服哈。那在当时呢，当然各级不同的学校也会有不同的这个制服的呈现。那当时呢，如果你能够穿到高等学校。甚至之后成立了大学校的这个制服真的是非常尊贵而且呢，他们当时的这个制服除了荣耀之外，你不可以随便脱掉就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穿着这个制服，因为学生有很多地方是不能去的，有很多行为是不能做的，所以你穿这个制服，表示你的学生就有很多监视之眼看着你，看说你会不会就是你是不是有做符合你身份地位的事情所以制服也是整个把那个划分出来很清楚的呈现就是你是什么学校的人，然后你就必须要做怎样的事情，然后你必须连你的日常生活中都穿着这样子的一个制服那日本在殖民台湾之后呢，他也把这个制服的这个就带进来台湾，除了总督府的官员呢，他们也有各个不同的那个什么场合啊，什么季节啊，穿什么样的服装之外呢，当然军队也有他们的制服。那再来就是他们也带进来的这个学校制服学校制服。那除了学校制服之外呢，日本人他们也带进来，就是你不同的工作会有不一样的制服那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咖啡店有那个女服务生，他们也有他们的制服，或者是车长，就当时有女性的新兴行业去做车长小姐，她也有她的制服，所以他们也就是靠着这个制服也是划分出不同的就是性别，或甚至是百货公司里面的各个不同的专柜啊，或者是不同你是卖什么东西，也有不一样的制服那这个制服也会划分出你在这个百货公司有哪些不同的位阶所以他们就靠着制服这样就是塑造出一个你一目了然就是我可以看出你是什么人，你怎样的身份那借此呢也统一也是方便他们的管理所以一切也是为了就是整个就是近代国家的这个秩序那当然除了刚刚这些讲他们必须在工作的时候穿制服之外这些工作上的制服就不会像学校制服一样了，你当然你的私生活是可以穿更好更漂亮的洋装啊，或是你穿旗袍去看电影啊，或是做什么当然是 OK 的那只是学校制服的方面呢就会比较有规定的那在1919年的时候呢，日本人呢也颁布了这个台湾教育令跟台湾新教育令那所以呢，它这个教育令除了就是课纲啊，或者是你课的内容啊等等，你应该修什么课之外呢，它也有规定的，就是你今天一个学生，你的服装、你的帽子、你的鞋子应该要怎么穿那当然，像现在我们一般的学生呢，虽然还是要穿制服可是你们大概可以穿自己自有的这个鞋子啦，或者是你们可以
那个就是搭配里面要穿什么哈，是你们可以自己决定的哈。但是呢，在那个就日治时期的时候，它是全部都有一套规则的，然后包括书包啊或是什么配件哈，全部都有它的样式。好，但是它又不是说全部都一样哈，因为它要有各校的特色。那为什么要有不同的特色？就像我刚刚讲的嘛，它一目了然知道你是哪个学校的人，它比较好嘛。一般来说呢，男学生的制服呢就比较就是虽然每个学校有不同的特色，那什么根据那个冬天啊，它是今天是夏天呢还是冬天呢，也会有不一样的这个这样的设计哈，但是呢，比起男学生，女学生的制服更加多彩多姿哈。现在已经有非常为数不少的，就是研究日治时期的这个女学生制服的一些论文啊，那有一些画册出来了哈。那在当时呢，主要的样式有2种呢，第一个就是海军水手服。现在大家就是从军队来的这个就是军服的这个概念来的哈，就是海军水手服。那它是1921年从英国传到日本，然后慢慢的再传来的这个传来台湾。那这样的水手服呢，到现在还就是在台湾还是可以看到有很多学校是采取这样的方式呢。那甚至它就变成一个非常日本的东西哈，就现在很多全世界各地呢，就我今天要扮成日本女生的话，就会采用这样的水手服的方式。也就是说，这样的制服本来是非常西方的东西，可是在日本人把它就把西方的这个军服呢，那个的东西吸收进来，然后把它做成学校制服，然后变成现在是一个非常象征日本的这个东西哈。那另外一个就是白底的背心裙哈，然后就是比较白色的衬衣啊，搭配这个深色背心裙的设计哈。那在当时都是充满现代化、非常流行的哈。因为在这个水手服啊，还有背心裙出现之前呢，台湾的女学生也是一样，不能露出我们的身体的哈。所以然后而且就是当时甚至还有个很重要，就是他们还是缠足的哈，就是缠足的，然后而且身体是整个要包起来的哈。但是呢，制服呢，穿上去以后呢，他们开始有露出他们身体了，而且除了露出他们身体之外呢，他们也就是这些制服也允许这些女生她们去做一些更大的动作哈。所以，比如说学校有一些体操课啦，或者是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们也可以比较活动他们的身体哈。所以，其实，在那个时候会认为，穿这个。女学生的制服呢是非常的很新鲜的，而且是便于活动的哈。那跟现在又不一样，因为现在有更多更好活动，所以有不少的论体会认为说，这个制服妨害我们运动，就像刚刚导演挺旭说的哈。可是，在当时它是设计的，反而是要让女学生更好活动哈，这样子的方式。好。我们再看到这张图呢，这张图呢是那个当时的女子高中生呢，她们去从事登新高山的活动。新高山是什么山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玉山哈。那我们现在呢，我们连穿好备好所有的登山装备都不太敢上玉山了。我们看看当时的女学生，她们是穿什么去爬山呢？她们穿着制服去爬山所以在当时，你看为了然后当时有不少的那些女学生呢，她们有留下当时的记录，就是说因为太冷了，所以她们只好在衣服里面塞报纸，因为她们那个就是。戴着斗笠，然后穿着制服，然后去爬山，然后就是显现出当时的就是制服，就是为了管理那个制服是多么的重要这样子。那所以跟我们现在呢很多动漫里面啊，想象女生的制服啊，或是很多作品里面说哇那个新女性啊，女性的制服，其实它的意义是很不一样的。它并不是一个欲望或魅力的象征它是一个秩序还有荣誉还有那个规矩的一个象征。好，那在这个是。我们看到下一张呢，是那个就是他们登上玉山以后呢，预备要进食的这个就是一个照片哈。那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非常有趣的有呈现了当时日治时期就是很特别的这个权力关系哈。我们看到还有性别关系，我们看到女生呢穿着他们的水手服，然后在那个就是这个照片的正中央在准备他们的吃食哈。所以然后呢，我们看到旁边的。穿的比较白的，这些然后手上就是他们手上有臂章的这些呢，是学校的老师，所以他们就穿，然后所以那个老师是非常威严的，而且他是整个照片的中心，非常威严站在中间，然后闪闪发亮，像是大神一般然后等着这些女生说快点
我饿了哈，这样子的这种感觉。好，那在这个就是这个白色的这些非常的制服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有穿着原住民服饰的，他们被就是排到旁边去排到旁边去，他们就是他这边也把他那个权力划分出来，然后站在旁边等待的哈。那还有就是在这个原住民呢跟这个老师之中有穿着制服的。然后，但是他的这个穿着制服，然后他的那个脖子上用的一个毛巾的这样子的一个原住民，然后，他可能就是当时，就是原住民的这个，就是帮助他们警察的，就是这个身份哈。所以呢，你会看到，这张图里面制服跟服装呈现了不一样的这个秩序啊，还有不一样的性别分工出来哈。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张图片其实我们也会感觉它不太自然。因为大家是静止动作，并不是，而且非常明显可以看出来，它是被摆置被摆置出来的哈。比如说，我们看到2个老师中间的那个女学生她就站着斜斜的，然后有点不知所措所以其实这些老照片呢，所以可以看到日本的那个就是在台湾呢，它是营造了一个怎样的这个性别秩序啊，怎样的国家秩序，怎样的族群的这个顺序之外呢，我们还是可以藉由这张照片看到，就是殖民它就是一个很不自然，然后就是它永远会在殖民当时的不同的文本会出现它的刻痕就是永远会存在的就连这就是从制服这边也可以看出来，尽管这个制服呢在对于台湾人来说，它或许是一个荣耀的象征。这样好，那我们那个这个制服的这个单元就到这边结束，谢谢大家。